炸弹之母出动美军火力猛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炸药船袭击伊拉克海域2艘美国油轮。乌军重击红军村，俄军3座指挥部被摧毁。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近日，伊朗中部城市库姆附近传出巨大爆炸声。据多名伊朗当地记者和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空军对该地区的一处军事设施实施了空袭，而目标很可能是一座隐藏在地下的导弹储存基地。爆炸发生后，巨大的冲击波震动了整座城市，远处居民也能明显感受到震动。现场画面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迅速升起，随后浓密黑烟直冲天空。部分目击者甚至形容爆炸后的烟云形态宛如小型核爆产生的蘑菇云，场面极为震撼，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与讨论。有分析认为，美军在这次行动中可能动用了被称为炸弹之母的 GBU-43B 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这种炸弹是美国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空爆炸弹之一，重量约11吨，主要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高温爆炸效应摧毁大范围地面目标。它在爆炸瞬间会形成巨大的火球和气浪，对地面建筑、洞穴或地下设施入口具有极强破坏力。若该武器确实被使用，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足以摧毁大面积设施，并可能引发储存在基地内部的大量弹药发生连锁反应。据进一步披露，在空袭发生时，一辆已经装载弹道导弹的导弹发射车停放在地下掩体入口附近，疑似正处于待命或转移状态。当空袭命中该区域后，这辆导弹发射车可能被直接击中，车上装载的导弹随即发生爆炸。由于基地内部存放着大量弹药和导弹部件，这一初始爆炸迅速引发连锁反应，造成所谓的殉爆效应。连续爆炸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使得原本已经强烈的爆炸威力被进一步放大，最终导致整个地下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地面也出现明显塌陷与燃烧迹象。与此同时，社交平台 X 账号 Yahoo 还分析指出，美军在行动中可能不仅使用了空爆炸弹，还动用了专门针对地下设施设计的 GBU-57AB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 巨型钻地炸弹。这种武器重量约3万磅，约 13.6 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常规钻地炸弹之一，主要用于打击深埋地下的加固目标，如地下指挥中心、导弹基地或核设施。据公开资料显示，该炸弹理论上能够穿透约200英尺、约60米深的土层或混凝土结构，然后在地下爆炸，从而对深层掩体造成毁灭性破坏。由于伊朗近年来大量关键军事设施采取地下化建设，以提高抗打击能力，因此这类钻地武器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攻击手段之一。此外，在此次行动中，美军还对位于德黑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基地实施了同步打击，多枚重型 GBU 系列制导炸弹被投向目标区域。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行动可能并非单一打击，而是针对伊朗导弹与军备体系的多点打击行动，意图削弱其战略武器储备与作战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库姆不仅是伊朗的重要军事节点，同时也是该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宗教中心之一。这里拥有大量宗教机构与神学院，在伊朗政治与宗教体系中地位特殊。因此，此次发生在库姆附近的大规模非核爆炸事件，不仅在军事层面引发关注，也在政治与宗教层面产生了更广泛的国际讨论。另外 ，X 平台推主极光也指出，近期一段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拍摄的影片显示，准备执行对伊朗打击任务的 B-1B Lancer 战略轰炸机，其挂载的武器配置已经出现明显变化。与此前携带远程攻击武器不同，这些轰炸机目前主要挂载重量约2000磅的 GBU-31JDAM 精确制导炸弹。该型号炸弹具备一定钻地能力，能够对地下掩体、加固设施等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极光分析认为，在联军逐步掌握伊朗上空的制空权之前，美军曾多次利用 B-1B 轰炸机从远距离发射巡航导弹或其他远程武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但随着战场态势发生变化，
美军显然开始调整战术，将轰炸机的武器配置从远程攻击手段转为直接投放的重型炸弹，以进一步增强对地下设施、军火库以及导弹基地等目标的破坏能力。针对这一变化，另一位推主以色列战争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包括中国提供的约20套可探测隐形战机的防空系统在内，伊朗境内的防空网络可能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甚至瘫痪，因此已难以对美军战略轰炸机构成实质威胁。正因如此，美军才会减少使用远程打击武器，而改为携带威力更大的直接攻击弹药，以在目标区域获得更大的毁伤效果。X 平台推主 Breaking Alert 全球快报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推测，美军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地下掩体、加固地堡以及巡航导弹难以破坏的深层设施的打击能力。该账号还指出，目前美军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共部署了15架战略轰炸机，其中包括12架 B-1B Lancer 以及3架 B-52 Stratofortress。这些远程打击力量被视为对伊朗持续实施空袭的重要核心力量。与此同时 ，Breaking Alert 全球快报还发布了一组卫星影像，显示伊朗境内规模最大的军事设施之一帕尔钦军事基地近期也遭遇美军空袭。其中，基地内负责和相关技术研究的塔莱汉2设施区域出现了3个排列整齐的大型弹坑。该账号推测，这很可能是由重达3万磅的 GBU-57AB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 巨型钻地炸弹造成的。这种武器专门用于摧毁深层地下设施，因此外界猜测美军可能试图借此彻底破坏伊朗的核技术研究能力。不过，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尚未证实在此次行动中使用了这一型号的武器。此外，推主 Yaozam 还指出，在针对伊朗导弹生产工厂的打击行动中，美军可能使用了被称为炸弹之母的 GBU-43B 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 大型空爆炸弹。该武器以巨大的爆炸威力著称，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对大面积目标造成毁灭性破坏。Yaozam 表示，虽然 GBU-43B 问世至今已经超过20年，但由于其威力巨大，美军在实际战场中极少使用，这可能是该武器历史上第2次被投入实战。在持续打击伊朗国内军事设施的同时，美军也在针对伊朗空军力量展开系统性摧毁行动。X 平台推主 The Enforcer 指出，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发布的一段作战影片显示，一架尾翼上印有俄罗斯国旗标识的 IL-76 运输机在地面停放时遭到美军打击。另一位推主 OSIN Technical 则补充称，美军持续对停放军机的伊朗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多种型号的飞机成为打击目标，其中包括 Lockheed C-130 Hercules 运输机、Lockheed P-3 Orion 反潜巡逻机以及 IL-76 等。这些飞机在多轮空袭中遭到破坏，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空军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1日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极其猛烈的打击。他声称，伊朗目前已经失去了海军、空军以及防空系统，国家领导层也遭到严重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在一夜之间几乎摧毁了伊朗全部扫雷艇，并击沉了大约60艘舰船。当天，在离开白宫准备前往俄亥俄州时，特朗普再次向媒体强调，我们对他们的打击比历史上对几乎任何国家的打击都更猛烈，而且行动还远远没有结束。他表示，接下来的策略仍将是继续实施同样强度的打击，并观察战场局势的发展。特朗普还补充称，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海军，失去了空军，没有任何防空系统，也没有雷达，他们的领导人也已经被消灭。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个政权造成更严重的打击。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伊朗政权列为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负责指挥此次实施狂怒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在3月11日发布的一段视频声明中表示，美军的作战力量正在持续增强，而伊朗的军事能力则在不断衰落。他指出，美国军队正在对伊朗政权实施毁灭性的打击。库珀还透露，美国与以色列主导的联合行动迄今已经对伊朗境内超过5500个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包括60多艘舰船，行动动用了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系统。
他表示，在星期二当天，美军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发动一次新的打击行动，从不同方向进入伊朗领空，对各类军事目标实施持续轰炸。根据他的说法，这些行动已经摧毁了伊朗最后4艘苏莱曼尼级军舰，并在当天夜间击中了一个大型弹道导弹制造设施。尽管伊朗正遭受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的实施狂怒行动的持续打击，但在国际层面，联合国安理会12日仍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伊朗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以及约旦发动的袭击。这项决议由巴林提出，在大会上获得135个国家支持，并以13票赞成的结果获得通过。伊朗的长期盟友俄罗斯与中国在表决中选择弃权。决议再次重申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并谴责伊朗针对平民基础设施的袭击行为，指出相关行动违反国际法，并已经造成平民伤亡与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伊朗也开始在海上采取报复行动。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发动新一轮针对能源运输的打击，2艘停泊在伊拉克海域的美国油轮遭到装载炸药的船只袭击，其中包括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的 Safe Sea Vishnu 号以及悬挂马耳他旗的 Sapphiros 号油轮。袭击发生在伊拉克豪尔祖拜尔港附近海域。当时2艘油轮刚完成燃料装载准备离港，却遭到伊朗炸药船直接撞击，爆炸随后引发猛烈火势，浓烟直冲天空。伊拉克救援人员从海中救起38名船员，并发现一名疑似印度籍船员的遗体。伊拉克政府随后下令暂停附近油港作业，以确保安全。分析认为，这起袭击事件很可能是伊朗对国际能源署宣布释放4亿桶全球战略石油储备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市场也开始担忧关键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可能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关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行踪问题也引发广泛猜测。自从其父亲 Ali Khamenei 在战争初期遇袭身亡后，这位56岁的新领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有消息称，穆杰塔巴在空袭中受伤，目前可能正在秘密地点接受治疗或躲避暗杀威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的儿子近日在电报平台表示，他通过可靠渠道获知穆杰塔巴目前平安无事。不过，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埃米尔·霍卡耶姆认为，新任最高领袖很可能会长期隐藏在地下掩体中，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家人在轰炸中丧生的情景。与此同时，一些伊朗官员被指已经撤离首都德黑兰。X 平台推出以色列战争称，美军通过追踪通讯信号发现，包括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多名官员已经前往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并在那里远程指挥军事行动。也有说法称，一部分官员可能已经逃往阿伯塔巴德的巴基斯坦军营。据称，恐怖组织头目奥萨马·宾·拉登当年躲避追捕时，也曾在该地隐藏。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伊朗前王储里萨·巴勒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伊朗民众注意安全，并等待最后召唤，推动政权更迭。此外，伊朗还开始扩大对周边国家的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1日，阿曼南部的塞纳莱港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港口石油储存设施被引燃并发生大火。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正试图通过系统性打击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削弱全球石油运输网络，并配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行动，从而对国际能源市场施加更大压力。与此同时，迪拜国际机场附近也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随着冲突持续升级，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变得愈发复杂。而这场冲突对全球能源、航运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之中。俄乌前线战况的最新消息显示，在被称为红军村方向的战场上，乌克兰军队近期取得新的战术成果。据最新披露的信息，乌军在这一地区成功摧毁了俄军的3个指挥部，对俄军的前线指挥体系造成不小冲击。与此同时，在被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方面也展开了新的打击行动。据称，乌军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部署的
400 Triumph 防空系统。综合诺尔报告等多个军事观察频道的消息，当地时间3月12日，乌克兰空军第7快速反应团与乌军第412无人机旅展开联合行动，对红军村沿线的重要节点塞利多沃实施打击。在行动开始之前，乌军无人机侦察人员对当地俄军阵地进行了长时间的侦察和排查。他们通过无人机持续搜索，逐步确认了多个俄军指挥设施和部队集结区域的精确坐标。确认目标位置后，这些坐标信息被立即传送给空军部队。随后，乌克兰空军战机迅速升空，对目标区域展开空袭。与此同时，第412无人机旅的操作人员也利用 FPV 无人机投掷炸弹，对地面目标进行协同打击。空袭与无人机攻击形成配合，使得俄军阵地在短时间内遭到密集打击。根据目前的初步评估，俄军在该地区至少有3处指挥设施被摧毁。首先被击中的是俄军第76空降师的一个临时部署点。该部队自去年12月以来就参与了对红军城方向的进攻行动，是俄军在该地区的重要作战力量之一。第二个被摧毁的目标是隶属于俄罗斯第2集团军的一个营级指挥部。乌军在这次打击中还顺带摧毁了俄军的一个无人机控制站点，这意味着俄军在该地区的无人机侦察与打击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第三个被确认摧毁的目标是俄军第30摩托化步兵旅的前线指挥所。据称，这一指挥所隐藏在当地的一家酒店建筑中，试图借助民用设施进行伪装，但最终仍然被乌军侦察系统锁定并遭到攻击。从现场流出的一些画面可以看到，俄军阵地内出现了多个起火点，火势不断蔓延。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已经确认的指挥部外，可能还有其他军事设施或装备在空袭中被摧毁。不过，更详细的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评估之中。据了解，塞利多沃位于红军村东南约15公里的位置。长期以来，俄军一直将该地区作为协调进攻红军城行动的重要指挥节点。如今，这里遭到严重破坏，可能会影响俄军在该方向的作战组织能力。一些军事观察人士因此判断，乌克兰方面很可能会在红军村方向发动新的反攻行动。此前已有迹象显示，乌军在南部战线的反击行动正在迫使俄军从红军城方向抽调部队进行增援。与此同时，在被俄军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乌克兰特种部队也展开了新的突袭行动。隶属于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单位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前基地发动攻击。在这次行动中，一套俄军部署的 S-400 Triumph 防空系统遭到打击。据称，其雷达设备被直接摧毁，而发射装置也受到严重损坏，在短期内难以恢复作战能力。此外，克里米亚的一处油库码头也被报告遭到袭击并发生燃烧。当地居民表示，夜间连续听到6到7次爆炸声，火光在远处清晰可见。而在扎波罗热州的巴哈蒂夫卡附近，乌军还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部署的 Bukam-1防空系统。连续的打击行动正在持续削弱俄军在前线的防空能力。最新消息显示，俄军已被迫从红军村方向调出部分增援部队，以应对其他战线的压力。根据战争研究所 ISW 的分析，乌军近期在胡利艾伯勒轴线的推进，正在迫使俄军从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紧急抽调兵力。初步情报显示，俄罗斯方面已经将部分所谓的精锐部队，包括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部署到胡利艾伯勒北部地区，试图阻止乌军进一步推进。不过，从目前战场情况来看，这些增援部队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稍早之前，乌军第425突击团已经成功收复了杰尔诺维，并继续向前推进约19公里。据悉，这次夺回杰尔诺维的行动可以追溯到1月30日。乌军当时投入约200名突击队员，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最终成功重新控制该地区。目前，乌军正在杰尔诺维城内进行清剿行动，局部地区仍然不时传出零星交火声。拿下这一城镇意味着乌军成功突破了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南部建立的防线，也挫败了俄军试图在该地区建立稳固立足点的计划。事实上，据乌克兰作战局局长科马连科的说法，
乌军目前已经基本收复了第聂伯罗地区的大部分失地，仅剩下几个规模较小的定居点仍在清理之中。与此同时，乌军在南部战线的反攻行动已经开始对乌东战场产生影响。此前就有分析指出，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很可能以红军村与库皮扬斯克为两个关键支点展开，因为这两个地区牵制了俄军大量兵力。随着南部反击不断推进，战局开始形成相互支援的态势。南线的进展正在为红军村方向减轻压力，而红军村战场的变化也反过来牵制俄军兵力。相比已经收复的库皮扬斯克，乌军在红军村方向面临的压力显然更大。从当前局势来看，乌军似乎正尝试将南部与东部两个战区的行动进行联动，一方面缓解红军村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可能展开的春季大反攻进行准备。与此同时，乌军仍在持续打击俄军的后勤与军火储备设施。乌克兰著名的黑森林旅与炮兵部队近日完成了一次协同作战行动。在行动中，乌军侦察兵首先通过无人机锁定了一处俄军弹药库的位置，随后他们将目标坐标传递给后方炮兵单位。炮兵部队迅速展开远程火力打击，对目标实施精准轰击。从随后公开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弹药库被击中后发生剧烈爆炸，一团巨大的火球升起，现场火光冲天，显示该目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